干嘛呢？我想要个孩子。换个时间行了，我还困着呢。丈夫已经4个月没有宠幸自己，这让方可舟的心沉入谷底。夫妻俩结婚4年，日子已经过成了白开水，就算面对面吃早餐，也很难说上2句话。丈夫每天半夜才回来，留妻子独守空房，这让方可舟每天晚上都失眠。晚饭的时候我见不着你，天亮了你才回来。我起床上班了，你还在睡着。我们是天天在一个屋子里，可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。罗建军听着妻子对自己的不满，脸上却没闪过一丝愧疚，只问他想让自己怎么做。我想要个孩子。到了晚上，方可舟便开始实施计划。本以为这个借口能换回丈夫的心，然而丈夫的不配合让她失望到了极点。她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还要过多久。下班前，方可舟给丈夫打电话，让他接上自己一起回家。罗建军却说今晚要加班。方可舟表示不管多晚都会等他回来。半夜听见开门声，方可舟立马从床上起来，却看到马桶上已经睡着的丈夫，一时不知他是真睡还是装的。为了不和我说话，不碰我，不和我做爱，我觉得你离我真远。第二天，方可舟心事重重走在上班路上，一不留神闯了红灯，被一个没注意到他的司机撞到。司机赶紧下车查看，见他伤到了腿，二话不说把他送医院。原来男人是一名飞行员，今天有紧急任务，现在要马上去机场，并拿出自己的工作证证明，表示他会负全责。随后把自己的钱包和身份证全都压在了这里。临走前，他问了方可舟的名字和工作单位，跟他告了别便离开了。医生让方可舟把家人叫过来陪护，他却说家人都在外地。检查结果是他的腿软组织挫伤，打完吊瓶就可以回家了。方可舟翻看着手机，却没有丈夫的一通电话。此时的罗建军像往常一样在外买醉，回到家一边喊方可舟给他倒水，一边躺倒在床上。护士给方可舟拔了针，告诉他可以回家了，他却想在这里躺到天亮再回去。直到第二天一早，罗建军醒来，才发现妻子不在家。方可舟看着他期待已久的电话，犹豫了一下才接起。罗建军紧张地问他在哪，方可舟听着他对自己疯狂的追问，始终一句话都没说，他的心已经死了。晚上，罗建军破天荒地早回家，发现妻子已经在家了。罗建军问他昨晚去哪了，被方可舟反问他是否真的关心自己。他只是一夜没回家，丈夫却是夜夜天亮才回家，问他是真的担心他会出意外，还是担心他跟别人在一起。如果是后者，只会让他觉得无聊，而如果是前者，为什么他连一个电话都没有？罗建军无从反驳，只能指责他夜不归宿还这么有理。方可舟坦白自己昨天出车祸的事，她在医院躺了一夜，觉得自己根本不像个有家有丈夫的人。这天正在上班的方可舟接到一个陌生电话，原来正是那天撞她的那个男人。他现在就在方可舟杂志社楼下，说要带她去医院复查。最起码我要知道，一个这么漂亮的女人不会因为我落下终身残疾。方可舟归还了他的钱包和身份证，说里边的钱一分没动，毕竟那天是他闯了红灯。杨怀特感叹他这样的受害者太少见，方可舟表示他这样的肇事者他也没见过。杨怀特提出请他吃饭算作赔礼道歉。方可舟好久没有人陪着一起吃饭了，而杨怀特也在接触中对他产生了好感。此时服务员让他们参与抽奖活动，却不料方可舟随意一抽就抽到了1等奖，奖品是2张周末飞往3亚的往返机票。作为店里最幸运的观众，主持人请他们在众人面前展示一下幸福，这让方可舟不知所措。杨怀特却趁机向他示好。方可舟把2张票都让给杨怀特，杨怀特说自己经常飞那边，让方可舟带自己朋友去玩。方可舟表示想和爱人一起去，杨怀特有些尴尬，问那天她受伤丈夫怎么没去，她只好解释丈夫太忙。方可舟回到家便跟丈夫提起出游的事，罗建军却不感兴趣。方可舟不禁吐槽2人的日子如一潭死水，不知道到底怎么做才会有所变化。罗建军怀着愧疚答应了出游的事，表示酒店由他来订。结果就在方可舟收拾行李时，接到派出所的电话，说罗建军酒后驾车被拘留，出游的事就这样泡汤了。这让方可舟不禁怀疑他是否是故意。咱们俩离婚吧。听到离婚，罗建军终于急了，开始跟妻子道歉，说改天一定陪她去旅行。方可舟却不想跟他去了。何必现在还显得依依不舍？他想一个人出去散散心，却没赶上去3亚的航班，正好让他遇上了身为飞行员的杨怀特。杨怀特见他总是一个人，问他和丈夫的感情怎么样。方可舟一时不知如何回答，只能说2个人曾经好过。她和丈夫在大学时期相识，到现在认识8年，结婚4年。刚结婚的时候他们什么都没有，现在的他们什么都有了，心却离得远了。杨怀特听着他的诉说不禁沉迷，方可舟这才意识到自己说多了。处于婚姻危机的他不知何去何从，最终选择回家。罗建军依旧混到深夜才回来，见妻子在家把他吓一跳，才知道他没去旅游。罗建军问他是否真的想离婚，方可舟沉默了，2人开始分床睡。第二天，罗建军终于正视他们的感情问题，他承认这段时间一直在躲着妻子，不清楚自己为什么对他失去了热情，直到妻子提出离婚，才让他意识到这是件大事。他认为2个人在一起8年不容易，试图为这段关系做挽回，决定先从要孩子这件事上配合他。不料方可舟却不想了，认为孩子的出现并不能挽回夫妻感情。当父母的要孩子，不是为了给他爱，而是为了救自己，这父母当的也太自私了。他觉得感情是2个人的事，2个人过得下去就过，过不下去就离。罗建军之前也觉得他们没有感情了，可自从妻子提离婚他就慌了，一想到2个人要分开以后再也没了关系，他就睡不着了。白天上班时，罗建军打来电话，尝试对妻子关怀。咱们一起回家。
啊。方可舟却不适应她的突然改变，晚上回到家时，竟看到丈夫给她准备的惊喜。原来今天是两人结婚4周年纪念日，方可舟为她的用心感到高兴。可当两人举杯庆祝时，却不知该庆祝什么。罗建军觉得这4年走过来不容易，也知道妻子之前做出努力时他没有配合，现在他后悔了，也想努力了。我怀疑你的希望。方可舟把这段时间丈夫对自己的冷漠一吐为快，明知道丈夫是个正常男人，为什么对自己没有需求？而答案只有一个，那就是他已经找到了解决的出口。你一定有解决问题的办法。至于我把这事儿当成自己的一个耻辱。我是一个有丈夫的人，我丈夫身体很健康，可我却被我丈夫束之高阁了。罗建军始终没敢承认，只是对伤害了妻子感到自责。方可舟决定独自出去走走，却在外遇到了杨怀特。面对杨怀特的关心，方可舟不为所动，只想一个人静一静。晚上回来时，发现丈夫在等她，给了她一直以来想要的温存。方可舟却拒绝了。杨怀特每次飞到一个地方，都会把当地的明信片寄给方可舟，让她感受到自己的关怀。这天她在外吃饭，意外碰到了杨怀特。杨怀特直白地表达了对她的思念，承认自己已经喜欢上他了。方可舟不敢接受，杨怀特知道她和丈夫感情不好，这是2回事儿，我要走了。她着急离开，手链却碎了一地。为了躲着杨怀特，甚至没来得及捡完地上的珠子，最后让杨怀特不要再联系她，也不要再见面了。方可舟做事开始心不在焉，丈夫看出她有心事，让她说出来听听，被她搪塞了。而杨怀特并没放弃对她的追求，甚至主动来找她，觉得她应该结束错误的婚姻。方可舟却说这是她和丈夫2个人的事，自己更不会为了他而离婚。她虽然嘴上这么说，心里却也纠结起来，思考这段婚姻是否真的该结束了。这天她再次收到杨怀特的信封，里边是被她遗落的珠子。这些珠子在穿起来的时候，每一颗都带着我的祝福，时刻陪伴你，拥抱你。方可舟终于有所动摇，主动提出见她。杨怀特很高兴，方可舟心里却很别扭，总觉得对不起丈夫。如果2个人结婚了，他们不相爱了，那他们为什么还要生活在一起呢？他们守护的又是什么呢？我尊重婚姻，也尊重结婚证，可人的精神是自由的，婚姻不是精神的枷锁。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尊重自己的感觉和感受。杨怀特成功治愈了方可舟的心。你还记得上次是什么时候？对不起，4个月。女人因为丈夫冷暴力而离婚，不料丈夫婚后才坦白婚内出轨的事，这让方可舟无法接受。你有了外遇，离婚以前你没有告诉我，那个时候我还傻呵呵的想挽回我们的婚姻。你呢？你早就不是我丈夫了。而丈夫之所以鼓励她和其他异性交往，是为了缓解自己的内疚。罗建军自认她的坦白是真诚的，是为了让方可舟大方接受新的感情，希望她能理解。方可舟生气于他之前早就想离婚却不主动开口，而是用尽手段逼他提。罗建军的任何解释在此刻都显得苍白。第2天，方可舟还是忍不住发问，他好奇那个女导游是个什么样的人。罗建军说女人名叫邵嘉欣，方可舟却提出想见见她。我想当面问问她，当初为什么要破坏别人家庭。罗建军表示就算没有她的出现，他们俩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。邵嘉欣只占了20%的因素，而方可舟为了这20%也要见见她。罗建军觉得他在无理取闹，毕竟2人已经离婚了，不能再要求他做什么了。想到这，方可舟感到一丝失落。终于作罢，到了晚上，他还是忍不住打听那个女孩的情况，究竟是什么地方吸引了她。罗建军说对方心细会体贴人，却让方可舟更加好奇，刨根问底他们的相识过程。罗建军称他们是在公司外出旅游时认识的，知道他喜欢喝冰镇可乐，总是提前帮他冰好。方可舟还想知道更多细节，到底多少次？数不清。罗建军让他不要钻牛角尖，这样只会伤害自己。可如果没有他的背叛，就不会有这些伤害。我就是想知道，我丈夫跟我在一块儿的时候，跟别的女人热恋到什么程度。当罗建军来到冰箱拿可乐，却不料全都被方可舟扔掉了，这让他发了脾气。方可舟接受不了4年的婚姻，却抵不上几听可乐。罗建军表示自己坦白这件事的出发点是善意的，希望他冷静想一想，毕竟他们的婚姻已经结束了，再追究这些没有意义了。方可舟只觉得寒心。罗建军收拾东西时，却发现他的一件衬衫找不到了。方可舟问他是不是落在哪个女人家里了，他的阴阳怪气让罗建军听不下去，觉得他该适可而止了。之前连架都吵不起的2个人，没想到离婚后却吵得这么凶，也许是其中一个人心里还没放下。晚上他给罗建军打电话，说他的那件衬衫找到了，并对自己这2天的情绪波动跟他道了歉。平静下来后，他也终于有了跟杨怀特交往的心情。杨怀特即将去澳洲培训1个月，临走前他再次跟方可舟表白，提出正式跟他交往，并把他自己的个人资料做成简历，让他回去慢慢考察。这天，一个不速之客来敲门，女人正是邵嘉欣。原来他最近和罗建军的感情出现了问题，自从罗建军离婚后就一直躲着他，这几天又出差了，想去找他又怕他生气，无奈才来找了方可舟，想从他口中知道罗建军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。方可舟问他们在一起是谁先主动的。他没说他结婚了。说了，可我就是挺喜欢他的。他原本没指望跟罗建军有什么结果，可现在他离婚了，情况不一样了。方可舟从没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，问他当初破坏别人家庭有没有一丝自责。邵嘉欣跟他道歉，说自己一直觉得对不起他。你怎么责怪我都不过分，我真心的跟你道歉。可是现在
罗建军他也不理我了，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。他想知道现在这种情况自己应该怎么做。方可舟建议他直接去罗建军出差的地方找他。他真的不会跟我急吗？我想不会。不料晚上罗建军就来了电话，知道了邵嘉欣来找他是前妻出的主意，对他进行问候。方可舟让他对人家不要太冷漠，之后便挂了电话。邵嘉欣的问题得到了解决，自此金就把方可舟当成了知心大姐，跟他在一起讨论罗建军，从他这里获取如何跟罗建军相处的经验。这天方可舟回家，发现罗建军出差回来了，而他私自拿着杨怀特的简历翻看，让方可舟很生气。罗建军称自己是在替他把关，两人互相打探着彼此的感情状况。杨怀特从澳洲回来，正式跟方可舟成了男女朋友。两人约会回来，杨怀特想送她上楼，却被他拒绝。我前夫还住在这儿呢。哦，他过几天就搬走了。没关系，你上楼吧。得知前妻刚和小男友约会回来，罗建军忍不住发表意见，觉得杨怀特年轻有为又帅气，却找了前妻这样一个大龄二手女，肯定是身心有问题。方可舟听着他把自己比喻成一块烂抹布，觉得他是在嫉妒。我的事儿不需要你评头论足，你还是操心操心你自己的事儿吧。第二天，罗建军把杨怀特约出来，问他为什么会喜欢他前妻。杨怀特表示这是一种感觉，和方可舟在一起让他感觉到温暖。罗建军却说感觉是最虚无缥缈的东西，同时觉得他不靠谱，警告他要是对不起方可舟，一定不会饶了他。我们还得走着瞧，你说呢？走着瞧。罗建军终于要搬走了，见他在收拾东西，方可舟凑过来看，却看到了他俩刚结婚时的照片，不禁想起当年的种种。当初的他们都没想到会走到这一步，但后悔已经晚了。方可舟还是会下意识帮他整理衣服，罗建军却说不用了，到了那边他还有邵嘉欣。你就甭惦记我，我一大老爷们儿，怎么着都行。你以后也不归我惦记了。两人做了最后的交接，方可舟叮嘱他要注意身体。罗建军听了鼻头一酸，想起他到新家开火不方便，方可舟给他准备了几袋速冻包子。下秒搬家公司的人来了，方可舟一时愣住了。罗建军赶紧接过他手里的东西，跟他做了最后告别。你就这么走了？走了，不回来了。直到这一刻，两人才感觉到是正式离婚了。你是一个不错的男人，虽然我从没说过，可心里一直是这么想的。谢谢，我走了。罗建军走后，方可舟看着这个空荡荡的家不禁落泪。就在他伤感时，罗建军又回来了，原来是归还他钥匙。两人终于还是绷不住了，可这个拥抱来得太迟了。罗建军搬进新房，终于要开始新生活了。邵嘉欣问他离开时前妻的表现，罗建军谎称方可舟很轻松，还说了祝福他们的话。转眼3个月过去，罗建军这边过上了美美的小日子，杨怀特也终于有机会带方可舟外出游玩，对他很是体贴。然而方可舟下意识抗拒和杨怀特的接触，头发乱了。这天，罗建军回来发现邵嘉欣把他家里重新布置一番，顿时发了火，说他不喜欢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。邵嘉欣却觉得他是不想房间里有他的痕迹。罗建军表示他有自己的生活习惯，要想改变要事先征求他的同意。邵嘉欣却生了气，罗建军只好道了歉，表示以后说话会注意方式方法。这边刚和好，却看到方可舟给他带的速冻包子被扔进了垃圾桶，被告知那些东西过期了。可罗建军仔细一看，还有5天才过期，说扔了太浪费。邵嘉欣却说早晚都要扔。邵嘉欣知道他不想扔的原因是因为方可舟给的，他人是搬过来了，可心还在方可舟那儿，家里处处都是他的影子。方可舟游完回来时在车里睡着了，杨怀特就这样一直等着他醒来，这让他有些不好意思。终于邀请他上家里坐坐。杨怀特走进卧室参观，却看到他和前夫的照片还在。杨怀特好奇问起他们家的装修，这让方可舟打开了话匣子，提起罗建军从买房到装修的一系列事情，滔滔不绝的样子让杨怀特尴尬。方可舟这才意识到自己说多了。这天方可舟接到罗建军电话，说他的车险单子找不到了，想让前妻给送过去。方可舟让他自己回来拿。罗建军顺便帮他修好了家里的马桶。方可舟下意识的动作似乎暴露了什么。我自己来吧。罗建军回来发现邵嘉欣已经等着他了，得知他回前妻那里取东西有些生气。罗建军让他大度一点，毕竟8年的感情不是说断就能断的。邵嘉欣只好用自己的方式霸着他。杨怀特得知家里的马桶是罗建军修的，嘴上说着不介意，心里却不好受。见方可舟有点累，杨怀特竟要带他去跑步，说他是缺乏锻炼，不爱运动的方可舟为了他硬是咬牙坚持了下来。回来后，杨怀特想给他按摩，他下意识拒绝了。杨怀特总是喜欢盯着他看，方可舟有些不好意思。喜不喜欢一个人，身体不会说谎。杨怀特建议他换一个发型，又给他买了很多衣服，而他挑选的风格都是方可舟不曾尝试过的。心里别扭的他终于决定跟杨怀特谈谈。这些天你一直按照你的方式改造我，我心里很不舒服。可我觉得也许时间长了我会习惯，因为我想改变我自己，想从过去中走出来。我想适应你，可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们之间总是隔着什么。男人在前妻家里接到女友电话，却谎称自己在加班。下秒被女友听到了他前妻的声音，瞬间气不打一处来。你刚才干嘛骗他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解释起来太麻烦了。离婚后，罗建军总是借着回来拿东西的理由，
三番几次回到前妻的家，他回来便跟邵嘉欣道歉。邵嘉欣觉得他们根本不像离婚，罗建军却拿前妻有男友作为掩护，保证自己以后尽量不去。第二天，邵嘉欣上门找了方可舟，说起他和罗建军吵架的事。虽然他俩离了婚，可他还是感觉自己像个第三者，对这段感情一点自信都没有。他认为只要罗建军不再回来，就能忘了过去，决定把罗建军留在这里的东西全都拿走。方可舟表示罗建军在这里不剩什么东西了，除了一些洗漱用品，还有就是床单被子。说着便把他的东西收拾了出来。邵嘉欣突然觉得自己这样做有些自私，可他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，让方可舟别生气。不料方可舟把罗建军给这个家里买的厨房用品，还有桌椅板凳让他一并带走，甚至还拆下了家里的窗帘。这窗帘就不用谢了，这也是罗建军买的，当然算他的东西。邵嘉欣走后，方可舟一个人伤心。此时杨怀特正好来看他，问家里什么情况。方可舟生气于对方拆散了他的婚姻，现在还理直气壮来拆他的家，可明明做错事的人不是他。杨怀特安慰他，表示家里少的东西由他补上，就当给家重新布置一番。罗建军得知女友的行为，瞬间生了气，说他没经同意就去打扰他前妻的生活。邵嘉欣表示自己才是他女朋友，把他的吃穿用度从前妻那儿拿回来没什么不对。罗建军表示清除这些东西容易，可要清除他们多年的记忆却需要时间。彼此毫不信任，没有一点空间，还有必要在一起吗？不在一起就不在一起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这边杨怀特已经给家里换上了新窗帘，还把客厅的布局换了位置，想让方可舟忘记过去。第二天，罗建军把方可舟约出来，为邵嘉欣的行为跟他道歉。方可舟不理解他俩的感情为何要把他加进来，不管好的坏的，邵嘉欣总要来找他诉说。罗建军也诉说着自己的苦恼，跟邵嘉欣正式在一起后感觉越来越累，之前觉得他活泼可爱，可现在觉得他太任性，发现两人生活不到一起。方可舟却说罗建军也有责任，毕竟邵嘉欣比他小10岁，而他是个成熟的男人，是他没有给对方安全感才导致这样。罗建军回来发现邵嘉欣在等他，两人终于坐下来好好谈谈。邵嘉欣觉得他们走到一起不容易，不应该让吵架充斥他们的生活。罗建军却觉得他们之间的差距太大，似乎想提分手。邵嘉欣并没看出来，只保证以后不再惹他生气。罗建军只好把话咽了回去。杨怀特还在致力于给方可舟的家改造布局，意外发现方可舟按照他的喜好改变了发型。他一直在为走出离婚的阴影做努力。我现在是你的女朋友，就应该按照你喜欢的方式来生活。方可舟这边想开了，杨怀特却满脸心事，终于决定把前女友的事和盘托出。他坦白自己之所以爱上方可舟，是因为跟他的前女友长得太像，而他到现在都还在怀念前女友。原来他当初并没有分手，是他的前女友死于空难，还是在两人感情最深准备结婚的时候。方可舟这才知道自己得到的一切都是晚晚泪倾。你不光想改变我，还想按照你们喜欢的风格来改造我的家。你爱的是我吗？原谅我没有早告诉你。一连几天两人都没联系，看着杨怀特曾经送他的明信片和寄语，思考他对自己的感情到底是真是假。此时杨怀特再次来找了他，希望给他个机会聊聊，他想和方可舟重新开始，不再要求他改变。方可舟觉得刻骨铭心的爱情是忘不掉的，他也曾为忘掉罗建军做出努力，最后发现都是徒劳。杨怀特还想争取，觉得既然两个人都有过去，不如一起重新开始。方可舟却不敢相信他，他最起码没有想过让杨怀特变成罗建军，而杨怀特的行为对他来说太可怕，最终提出了分手。回来后他把家里变回了原来的样子。这天他逛超市偶遇了罗建军，提到了他和杨怀特分手的事。罗建军立马来找了杨怀特，质问他为什么要伤害方可舟。杨怀特表示自己之前确实把他当前女友，可后来的相处中发现自己真的爱上了方可舟，所以才坦白自己的过去和他重新开始。罗建军觉得他应该在心里悄悄改变，而不是坦白后让他伤心。你以为你这叫真诚吗？你这是给他当头一棒！你呀，真欠我收拾你。罗建军先是把杨怀特教训了一番，随后来到前妻家里劝和。你为什么要帮我？我不是帮你，我是不愿看到可舟这么痛苦。方可舟接受不了杨怀特一心想把他改造成前女友，这让他无法确定杨怀特面对他时心里想的到底是谁。罗建军拿自己的现任举例，邵嘉欣长得并不像方可舟，可他跟邵嘉欣在一起的时候，脑子里还是会不自觉想起他，而他现在还保留着和方可舟在一起时的生活方式，似乎已经成了难以改变的习惯。罗建军提起了之前和方可舟在一起的种种细节，每当想起时既心酸又美好，回忆越多，方可舟在他心里就占据越多，这让他一度后悔拥有的时候没有去珍惜。说到这，他意识到自己扯远了，今天来的目的是为了劝和他和杨怀特，既然每个人都有忘不掉的过去，不必一直纠结。而杨怀特把一切坦白给他，正是因为对他认真了。你就是第二个让他毕生都难以忘怀的女人。罗建军说罢功成身退，成功挽救了前妻和杨怀特的感情。罗建军回到家，发现邵嘉欣布置了浪漫满屋，原来今天是他们相识1周年纪念日。这1年的时间里虽然有小打小闹，但总的来说他是快乐的。为了延续这份幸福，他竟提出和罗建军结婚，这让罗建军慌了。他刚从婚姻的围墙里走出来，还没打算进入下一段。邵嘉欣决定给他时间考虑。杨怀特继续保持着给方可舟寄明信片的习惯，两人的感情稳定发展。邵嘉欣突然来找了他，问他和杨怀特打算什么时候结婚。方可舟表示他们还没到结婚的阶段。邵嘉欣坦白自己跟罗建军求婚失败的事，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，所以来请教方可
可周。然而方可周对此也无能为力。这天邵嘉欣的朋友举办结婚 party， 他想带罗建军一起去，罗建军却以要加班为由拒绝。邵嘉欣生气之下独自前往，他走后罗建军又有些内疚，准备出门追上他，此时却接到前妻的电话，说他在家崴了脚。罗建军把他带到医院检查，原来是旧伤复发。方可周把责任怪在家里格局的变化上，让他把沙发归回原位。罗建军表示这是杨怀特的一片心意，要是他回来看到变回去了，又要多想了。可我实在觉得别扭，哪都不对劲。你这是心里做的，这跟房子的格局有什么关系？罗建军代替杨怀特照顾着他，比两人婚内时期还要体贴。他主动提起邵嘉欣想跟他结婚的事，坦白自己还没想好。他觉得和邵嘉欣谈恋爱可以，但不适合结婚，怕俩人过不长。方可周觉得是他们失败的婚姻让他对婚姻产生了恐惧。罗建军否认了，说是因为邵嘉欣的性格原因。方可周觉得两人能不能过到一起要结了婚才知道，而且邵嘉欣那么爱他，让他不要辜负。罗建军回到家，发现邵嘉欣已经回来了。得知他刚从前妻家回来，气不打一处来。邵嘉欣让他2选1，要么结婚，要么分手。罗建军被逼无奈，把他赶了出去。第二天，他来给方可周送饭，还做了两人从前最爱吃的炸酱面。等你脚好了以后，你再好好教教我，不能让你弄一辈子。就在两人尴尬时，门铃响起，原来是杨怀特回来了。看到他在这更尴尬了。罗建军解释了方可周脚扭了的事，今天来的时候刚好赶上饭点。杨怀特问他为什么没打电话告诉他，方可周表示不想让他担心。可你这样我会更不放心，飞行本来就是我的工作，你不能因为这个就什么事儿都瞒着我。罗建军还在替他说话，可越是这样越让杨怀特难受。罗建军意识到自己在这不合适，找了个借口离开。方可周却担心他没吃饭，杨怀特拦住准备起身的他，把罗建军送到了门口。离开前还听他说了医生交代的注意事项。杨怀特彻底没了胃口，不一会儿又发现他买的绿植被挪动的地方，因为照顾不当已经被晒死了。前2天还好好的，植物都是这样，一夜之间就会开花发芽，一夜之间也会干枯死亡。方可周深感内疚。罗建军回到家发现邵嘉欣又来了，他主动道歉求和，罗建军却无动于衷，这让邵嘉欣觉得受尽委屈。坦白自己之所以发脾气是因为嫉妒方可周，都离婚了俩人还那么要好。罗建军告诉他方可周扭伤的事，得知方可周支持他们结婚，瞬间消了气。杨怀特帮方可周洗脚，却让他很不习惯，还拒绝了他想在这里留宿的想法。你别老跟我这么客气好不好？你这样做让我觉得我们很疏远。你跟他不客气，跟我客气，这说明在你心里，还是他离你近，我离你远。这天，邵嘉欣把闺蜜们叫来家里，跟他们隆重介绍罗建军。这样的突然袭击让罗建军很不适应，原本要加班的他只好陪着客人，独自在厨房忙活的邵嘉欣故意把他叫进来，安排他帮自己洗菜，只为在闺蜜面前打造他的好男人形象，并让他们留下吃罗建军最拿手的炸酱面。想到家里没大葱，罗建军出去买到之后，他没有第一时间回家，而是在外面给方可周打了电话。你说当初如果我们没有离婚，是不是也能熬过来呢？罗建军被他问懵了，也许离婚后两个人才想起对方的好，但一切为时已晚。方可周打听他和邵嘉欣什么时候打算结婚，他表示还没想好。等他回来的时候，发现家里一片寂静，原来朋友们因为等得太久离开了。罗建军解释他去的超市有点远，邵嘉欣生气于打他电话一直占线，让他在朋友面前不仅丢了面子还失了礼。罗建军却怪他没打招呼就带人来家里，打乱了他的计划。邵嘉欣自认那都是他最好的朋友，没什么不方便的，却没考虑到罗建军是第一次见他们，更何况没有共同语言。而邵嘉欣故意在他们面前秀恩爱的场景，并不是为了给他树立好男人形象，而是为了他自己的面子。你为了证明自己有本事，能够把自己男朋友呼来喊去，脸上有光让人羡慕，是不是？邵嘉欣再次提起他前妻，他们之间永远夹着的方可周，结婚的事他一拖再拖。原本叫朋友来家里活跃气氛，他却百般嫌弃。那你说，你想让我怎么做？吵架之后的两人各自冷静了一番，罗建军有些内疚，主动跟他道歉和好。第二天回来，他还准备了惊喜。邵嘉欣受宠若惊，原来罗建军是要正式求婚。邵嘉欣一时不敢相信，觉得幸福来得太突然。方可周也在努力适应杨怀特，为了让他有安全感，专门给他配了自己家钥匙。杨怀特终于感受到了他的心。罗建军想把户口从前妻那里迁走，方可周猜到他要结婚了，嘴上祝福了他，心里却不是滋味。结果邵嘉欣也专门来找了他，忍不住告诉他和罗建军结婚的事。方可周好奇他爱罗建军哪一点，邵嘉欣表示爱他的成熟，不管他怎么做都能让着他。当问到他和杨怀特什么时候结婚时，却被方可周怼了回去。我和杨怀特什么时候结婚，跟你们结婚有关系吗？当天晚上4人在一起吃了饭，庆祝他们即将结婚。邵嘉欣在一旁跟方可周讨论婚礼事宜，还想让他帮自己参谋婚纱。方可周心里不舒服，一不留神把盘子打碎了。杨怀特不放心想过去看，被罗建军拦住。喝多的两人讨论着各自对方可周的了解程度，还把方可周叫过来当面对质。邵嘉欣想带罗建军回家，他却说自己还没喝够，下秒差点吐出来。邵嘉欣让他不要在别人家里闹，罗建军却说这里就是他家。杨怀特不爱听，直接冲进来跟他吵，还质问方可周喜不喜欢他给家里重新摆放的布局。罗建军看不过去，让他撒手。杨怀特表明自己才是方可周男友，两个男人就这么打了起来，直到方可周摔杯喝止这场闹剧。杨怀特终于有了第一次在方可周家过夜的机会，虽然是睡沙发，
离谱的是，方可舟竟真的陪着邵嘉欣来试婚纱，甚至忘了她曾经是他们婚姻中的三姐。她当初跟罗建军结婚时可没有这待遇。她下意识给罗建军整理衣服，被邵嘉欣看到这暧昧的一幕。回去的路上，她对方可舟爱答不理。罗建军回来对她没了好脸色，质问她为什么要那样对方可舟。邵嘉欣说出自己的嫉妒，罗建军怪她就不该拉着方可舟去。你不就是想把你的幸福、你的胜利摆在方可舟的面前让她看吗？可你考虑过方可舟的感受了吗？你还不舒服了？你不舒服也是你自找的。女人接到前夫的电话，却跟男友谎称是同事来找她。原来罗建军是来归还户口本的。即将结婚的她把自己的户口迁了出去。得知前夫已经拍了婚纱照，方可舟似乎有些失落。两人互相祝福了对方。当她回到家，却看到杨怀特一个人在窗前愣神。此时的她还没有意识到什么，直到被杨怀特质问为什么骗她。是不是罗建军要结婚了，你不开心呢？杨怀特理解她和前夫夫妻一场没必要不相往来，可忍不了她欺骗自己。方可舟承认罗建军结婚的事太突然，把她的思绪打乱了。杨怀特觉得是方可舟一直没放下，离婚并没让他意识到他们感情的结束，反而罗建军的再婚才是他们感情的终结。原以为他的陪伴能让方可舟渐渐忘记过去，没想到他一直没有交出自己的心，因为罗建军走的时候把他的心一并带走了。这天方可舟一个人在外吃饭，偶遇了罗建军，就这样顺势坐到了一起。聊天中得知邵嘉欣最近在忙婚礼事宜，罗建军却不爱参与，不喜热闹的他觉得结婚不用大张旗鼓。邵嘉欣恨不得把全世界请来，艺术照、婚礼和蜜月一个都不能少，甚至打算今年就要孩子。说到这，罗建军才意识到自己说多了。方可舟表示理解，毕竟女人都希望有仪式感，只是当初他们结婚的时候没那个条件。方可舟回家发现杨怀特等候他多时，问他去了哪里，他大方承认自己遇到了罗建军。杨怀特坦白每次他们见面都让他心里不舒服，他强迫自己宽容，可看到他因为前夫要和别的女人结婚而失落的时候，让他无法欺骗自己。方可舟承认多年的婚姻让他无法一时割舍，表示会努力和他有新的开始。杨怀特比谁都期待罗建军尽快结婚，也许只有他结了婚，才能让方可舟彻底放下。这天方可舟逛超市偶遇了他们，邵嘉欣故意给他看了他们的结婚照，方可舟嘴上夸着心里在滴血。邵嘉欣告诉了他婚礼日期，邀请他和杨怀特参加。从超市回来，罗建军就一直没说话。邵嘉欣察觉出他的情绪，提出明天就去领证。罗建军以自己没时间推脱。你真的想和我结婚吗？我当然想。有你这句话，我就放心了。婚期将至，罗建军心里却越来越慌。看到他包里没有送出去的请柬，邵嘉欣顿时生了气。另一边的方可舟也不是滋味。杨怀特见状突然向他求婚，觉得这样能让他的心安定下来。方可舟却说自己没想好。第二天一早是他们领证的日子，他却发现邵嘉欣不见了，打电话也没人接。罗建军来到单位，看着他和前妻的合照发呆。此时同事告诉他家里来了电话，他下意识打回了之前的家。是我最近老是弄错电话号码。得知他已经收到了请柬，罗建军让他以后好好照顾自己。方可舟流泪祝福了他。罗建军回到家发现邵嘉欣已经回来了，原来他上午去取了婚纱照。然而让罗建军没想到的是，邵嘉欣竟然提出了分手。这次是他经过深思熟虑的决定，他知道罗建军出于责任说不出口，那么分手就由他来提，而这次走了就再也不回来了。别忘了告诉你的同事和朋友，婚礼取消了。方可舟接到邵嘉欣的电话，听他哭着说婚礼取消了，立马前来安慰。人在伤心的时候，总会做出一些激动的决定。伤心过后，你可能会后悔的。你不用劝我，我不会后悔的。得知他现在没地方住，方可舟邀请他先住自己家。他知道罗建军不是个不负责任的人，如果不爱他就不会答应跟他结婚。他不希望罗建军只是因为责任跟他结婚而不是爱。第二天他约罗建军见面，问他不想结婚为什么要答应人家。想起自己之前在婚姻里遭受的待遇，不希望他再重蹈覆辙伤害另一个人。你到底想要什么？不知道为什么，离婚之后，以前的日子反而觉得挺好。这次分手让邵嘉欣想清楚了，他和罗建军不合适，也许方可舟才是合适他的人。为了和方可舟更进一步，杨怀特提出和他同居，方可舟却拒绝了。可能是我比较保守吧，我能接受结婚，可我不能接受同居。杨怀特察觉出他一直在抗拒自己，也一直在为罗建军守身如玉。方可舟不禁怀疑自己是否失去了爱的能力。杨怀特表示会用自己的爱感动他，给他重新去爱的勇气。这让方可舟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，那就是接受杨怀特的求婚。为了不影响他们的感情，邵嘉欣决定搬出去住，而他也已经从失恋的困境中走了出来。女人刚接受男友的求婚，却得知前夫涉嫌挪用公款被抓，瞬间慌了神。以他对罗建军的了解，坚信他不会做出这种事。方可舟四处求人，联系罗建军的领导和朋友帮他说情，可这个时候所有人都避之不及，坐不住的他直接去了罗建军单位。罗建军是老会计了，公司的每一笔进出都是他一手经办的，这次缺失的20万也是他亲笔签名提取。领导不管这笔钱在哪，只知道直接的负责人是他，他们只能报案。方可舟听出领导也不确定这笔钱是罗建军拿的，让他们如实跟检察院说，不能随便把脏水泼到罗建军头上。可现在没有人能替罗建军承担责任，况且他的副手在他出事后就不知去向。方可舟觉得他们应该找到那个副手，领导却说这不是他们要做的事。现在人比社会变化快，尤其在金钱面前，谁有能给谁担保呢？方可舟诉说着罗建军27岁进公司，从一个小会计做到现在的主管，手上经过了多少个20万都没问题。我跟他离婚了，没错，可我还是可以用良心说，他的人品没问题，他是个有职业道德的人。
我对检察院的人也是这么说的。我相信会有水落石出的那一天，我也相信总有一天你们要跟他说对不起。看到方可舟对罗建军的事如此上心，杨怀特心里不好受。邵嘉欣知道他看出了什么，可他却还在自欺欺人。他们4个人中，现在唯一清醒的就是邵嘉欣。方可舟再次失眠，直到第2天早上才睡了一回。醒来看到杨怀特在他身边，说他已经向检察院的朋友打听了，他们会询问每一个涉案人员，而不是罗建军一个。方可舟稍稍放了心，感谢他的话脱口而出：“给你们添麻烦了。”杨怀特知道他还是对自己太客气，甚至想看看他和罗建军的离婚证，怀疑他俩根本没离婚。经过一段时间的奔走，律师这里终于传来好消息，检察院经过调查得知罗建军没有挪用公款，应该很快就能出来，只是他现在情绪很低落。邵嘉欣和杨怀特在一起喝闷酒，觉得他们4个人的关系越来越动。方可舟为罗建军难受，杨怀特为方可舟难受，而原本该为罗建军担心的他，却远远比不上他前妻。他觉得杨怀特之所以放不下方可舟，是因为他身上还有他前女友的影子，而他始终不愿意去寻找一张陌生的脸。他劝杨怀特去尝试和不同的女人谈恋爱，找一个互相喜欢的人，这样的爱情才是正常的。杨怀特什么都明白，就是做不到。此时方可舟带着好消息回来了，得知罗建军2天后出来，邵嘉欣准备帮他把家里收拾一下，而方可舟也已经帮罗建军买了2件新衣服，让他出来之后换上。方可舟这才有心思关心杨怀特。杨怀特告诉他自己被公司选中去国外参加培训，方可舟为他表示开心，问他什么时候走，却让杨怀特伤心。你就那么希望我走，就连一句舍不得或者挽留的话都没有？感情和工作是2回事儿，我没有理由用我们的关系阻拦你的发展。可舟，不要找任何理由了，你就告诉我，你希望我去还是不希望我去？我希望你去，这对你好。罗建军出来的这天，3人全都来迎接他。当他回到家，发现家里一尘不染，还给他从里到外准备了全套的新东西。他对邵嘉欣表示感谢，却得知这些都是方可舟为他准备的。他在里边的日子里，也是方可舟一直在为他奔忙。杨怀特来跟方可舟告别，他终于想清楚自己要面对新生活。方可舟含泪为他送上祝福，2人约定做彼此的好朋友。邵嘉欣也来跟他告别，他要离开这座城市了，让他和罗建军好好把握彼此。经过这一系列人和事，罗建军看清楚了自己的心，他忘不掉方可舟，想跟他往回走。方可舟却不想过从前那种日子。罗建军希望他们忘记过去，重新开始，可这需要时间。罗建军开始重新追求方可舟，方可舟没有拒绝也没有接受，不是在考验他，而是想考验自己，认为罗建军如果真的非他不可，复合并不是着急的事。大年30这天，方可舟给罗建军打电话问他在哪，不料2人同时在超市买年货，就这样碰了面。罗建军让他给个机会和他一起过年，2人回到了之前的家，一起煮饺子吃。他再次向方可舟表达心意，希望他忘记过去。方可舟也希望新年有新气象。我还希望你能早点答复我。答复什么？我什么时候能搬回来？很快。很快是多久？吃完饺子，